今天老师呢要带来的是一个叫做月圆酥是月圆酥，很适合当伴手礼。没有错，它是中式饼皮中非常热门的一个商品，好，那今天部分老师会先来做一个动作，先把我们的咸蛋黄我们咸蛋黄部分会先把它泡一个米酒。老师把它去做个去腥的动作把米酒把它倒入。好，讲到这个咸蛋黄呢，可能要跟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镜头上面这个咸蛋黄我刚开始学做烘焙的时候呢，非常单纯，咸蛋黄我就拿那个咸鸭蛋煮熟的咸鸭蛋，然后把里面的蛋黄挖出来，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对不起，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初学者一定要看好老师，你看今天这个咸蛋黄，烘焙茶店都有在卖的，所以说取得容易。那老师这边会先把它泡个米酒，大约30分钟。要泡那么久让它的腥味把它降到最低。是，那泡完米酒之后要拿出来，然后再拿去烤吗？拿去做烘烤，我会用上火200，下火200，先把它烤个8分钟。8分钟之后，我把它先去做个转向，之后再把它鸡个2分钟至4分钟左右。因为我们今天的蛋黄不用烤得很熟，因为等一下还要经过第2次的烘烤。那这边我先拿去做一个烘烤，老师油皮部分会先来操作。首先这边小板会把我们的中筋面粉我就把它倒入我们的搅拌缸。然后这边是细砂糖，再把我们的无水奶油再把它倒入之后，在最后我会要搅拌之前，我才会把这个常温的水，再把它倒入。今天老师会把这个饼皮把它打到完全扩展。好，首先我会用慢速去做个运转担心我们的面粉会喷，先用慢速。慢慢去做个运转现在我们的面粉已经接近要形成团状，我会把它用中速去做个搅拌，把它拌到类似像我们在做面包一样完全扩展。今天打出来的完全扩展的油皮非常好驾驭。好，今天这边把它启动机器快一点点，中速好，趁这个空档时间老师会把我们的油酥部分，这是我们的低筋面粉以及无水奶油我会用手去揉一揉，把它揉成形成一个团状。好，首先老师会把我们的低筋面粉把它倒入，再把我们的无水奶油把它倒入。好，倒入之后，小板会戴个手套，用抓的方式把它抓一抓。这边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把它拌到形成团状就好了。老师等一下会教大家一个手法，让你饼皮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直到后面湿润度还是有。你可以拿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吗？好，这边所谓的扩展部分就是像我们在做面包的部分是非常有一个弹性。不然正常的饼皮轻轻一拉它就断掉了。今天小板是使用到，比如说打到完全扩展，是我的含油量比较多一点点，多一点点比较好操作。包括等一下老师会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是我会把我们的油皮拿去冰镇冷藏，大约16度至24度，才开始来操作。这样不会硬吗？不会，今天做出来的部分今天我们的成品部分的桌上，正常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制作油酥皮，桌上都有一滩油，是有所以说今天按照老师的步骤下去走，桌上不会有一层油墨，你等一下才不会说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粘稠感，都会有粘稠感。那老师这边会把它打到完全扩展现在大家一个薄膜让同学看一下，就是一个薄膜的状态，对，薄膜状态。像我们做面包、做吐司都要达到这样子，它是透明状的。透明状。对 ，OK， 原来我们做这个油酥类的东西，就是要做到这种扩展透明的，好像丝袜一样，非常的薄好，现在这边小板已经把它打到完全扩展。老师现在会做一个动作，
我会把它拿去冰镇一下我们的冷藏，或者是冷冻哦，让它冰到冰冰凉凉的，顺便让它休息一下。OK， 好，今天这边呢，我们用个袋子哈，把它包着，好，把它用个袋子把它包着。好，冷藏可以把它冰3天之内要把它处理掉。OK， 冷冻哈，大约1个月没有问题。好，好，所以说现在好把它好压越扁哈，它等一下冷却的哈速度会更快。哦，对对对，我把它压扁一点。好，现在我拿去冰箱的冷藏或者是冷冻，把它冰到16度至24度。现在这边呢，小板已经把我们的油酥已经把它拌到形成一个团状的。好，以正常的大家都是说油酥不能揉，那今天小板会把它去揉的动作，为什么？老师的含油量比较少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我们再去吃的口感，它会更酥脆。好，所以说担心我们这边是油酥比较硬，油皮比较软，会搭配不上来，它会等一下去做擀卷部分它就会有一个破皮的状况出来。所以说小板会用手掌心的这块肉去推。现在实在你摸看看，现在是硬硬的。啊，对比我们一般做的油酥还要硬。对，老师这样去推把它推，用我们的手掌心这边的肉去推，好。把它推到有绵密感、细致感都出来。这边呢，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油皮油酥，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油酥已经揉到形成这样的状态，细致感、绵密感之后，我要撒一点点手粉，再把它推。好，现在这边小板会把它分割为1颗15公克。好，今天老师的食谱是12颗。好，15公克。那要揉成圆的吗？不需要。不需要。我还挺想帮忙的，结果老师说不需要。好，需要。老师很可爱。好，现在这边我已经把我们的油酥已经都分好了。现在小板会去拿我们的油皮出来，好，来去做分割15公克。等一下小板来教大家怎么来包覆。好 ，OK， 好。现在我们的油皮已经把它冰到16至24度，现在你摸看看，微微的冰冰的，对，有点凉凉的感觉。现在如果是微冰来操作部分非常好驾驭。老师现在把我们的饼皮这样拿出来它也是柔软的。好，现在这边呢我的习惯性会把这个油皮把它往下搓长之后去做分割15公克。OK。好。现在这边我们的油皮、油酥小板已经都分割好了。好，现在老师会怎么做？把我们的油皮拿出来部分稍微轻轻压一下，轻轻压一下之后，拿起来，再把我们的油酥再把它放入。我现在会用这个样的手势，把我们的大拇指，从油酥这样我轻轻往下推，再把它转向，再把它推一下，让它形成饼皮比我们的油酥还要再高一点点。直接这样把它包紧，转向之后再把它捏紧一下。现在这边有没有像一个类似小笼包一样？那建议同学就是这边的饼皮不要拉太多的皮出来就好了，这边的饼皮不要拉太多皮就好了。担心什么？等一下去做擀卷比较容易会破皮破酥。先包的我会等一下会先来做一个擀卷。这个是我们的高筋面粉，我把它正取，沾一点点面粉拍一打之后转向，现在这边有面粉再把它移到我们的正上方，好，再把它用手指头把它捏个细长条再用3只手指头去推到7至8公分，擀长7至8，这样的就很宽了今天这边从上而下收，再把它转一个90度，这边接缝处我会用大拇指这边轻轻去压，为什么轻轻去压？你没有去压的时候，它等一下去擀的时候，有可能会形成 S 型的。好，轻轻压一下之后再去擀它就变成非常的直。好，17公分左右，把它卷，从上而下收。这边的层次大约2圈半至3圈就很酥了。已经把我们的油酥油皮擀好的时候，现在让它盖着，让它松弛一下。好，现在这边呢我
我们的咸蛋黄已经烤到10分钟至15分，12分钟，10分钟至12分钟，你注意看哦，下面有一个微微的冒泡，是表示我们的咸蛋黄已经烤到半熟了。是，好，我们的咸蛋黄不用烤得很熟，现在小老板会再用米酒下去把它喷，是，好，把它大量喷我们的米酒，让它腥味降到最低。好，其实现在已经很香了。咸蛋黄的香度因为我们已经都把它泡米酒过后了。是，好。然后现在这边呢，稍微冷却，稍微冷却，我用个调理机把它打成粉状。现在我们的蛋黄这边已经冷却，稍微冷却了。好，我再把它用个调理机把它打成粉状，把它打成粉状。好，这边把它打成粉状，这样就完成了。现在这边小老板会把它倒入我们的钢盆里面，哇，香气颜色出来了，很美，然后又香气很香哈。现在老师会绑的绿豆馅，再把它倒入。好，这边再去压，好，混合均匀把它抓一抓。等一下把它拌均之后，我会再去做分割，因为绿豆馅本身有一点点带一点点微甜，之后再加入我们的咸蛋黄去咬下去，口感它的整个香气都整个会爆发出来。这样现在老师把它抓完之后，再把它分割是，一颗是35公克。好，把它分割为12颗，12颗。这个要搓圆了吧？要搓圆了。我最喜欢这个，不用花脑筋的。好，这边把它搓圆谢谢思涵帮我做一个搓圆动作。现在我们的饼皮也已经让它松弛，应该有10分钟至15分钟了。就开始来包了是吧？我们刚刚这个是先来做一个排队，我以这个先来去做，先来去做个擀卷。好，我就先把它拿出来先把它抓它的屁股，抓屁股之后，老师现在会把它沾一点点面粉，把它拍打，拍打之后去做个转向。我会把我们的接缝处，思涵，我们要把我们的接缝处在我们的侧边，我会从我的左上，老师的左上往右下方去推，好，右下方去推，再把用左边去推，让它形成一个一点点类似椭圆形的感觉。现在小板再把它擀上下，它就会变圆形了。好，这边是正面我是把它擀正面好，今天小板所做的油酥皮都是有它的道理。好，擀正面之后，现在小板是怎么做？把它的正面把它朝下，好，把它朝下，再来第2颗一样，抓它的屁股，沾一些面粉，拍一打之后转向。好，把我们的侧边放在这边左上往右下方推，再往左边推，好，再把它擀上下，让它形成圆形，一样正面朝下，好，正面朝下。好，这边小板已经把它擀好了，好，那老师这边是第一个去做放的动作，我们要包之前我把它去做个翻面，好，因为老师有说到先擀的要先去做一个包覆，好，就把它变成第1张了。那这边转来转去我都转到头晕了。现在这边我们的是正面部分老师把它取出来，好，它的屁股就是要塞入馅料。老师刚刚有操作部分是接缝处才朝侧边，为什么要朝侧边？不小心割破，或者不小心撞到。我们还有屁股，因为老师屁股也可以把它当正面，因为我的接缝处是在我们的侧边的。在侧边都是有道理的啦。对。现在这边谢老板会把它的屁股把它塞馅料，好，老师这样去包，把它包紧。我用手势部分这样去做一个包覆的动作，好，边推边转，边推边转。直到部分我们的饼皮高过于我们的馅料的时候，我会用个手势把它架着，好，这样把它去做包覆的动作，好，边包的有点像烧麦，好，烧麦，好，现在这边再把它包紧了我会把它捏紧第1次，好，转向之后捏紧第2次，好，第3次，好，甚至于第4次也可以第4次，现在我把它锁紧。把中心点取出来，好，把它转一个小圈，再往下压，
中心点确定在下方哦，底部老师会去做个微调整，让它形成一个子弹头。哦，就是看起来比较有精神啦，对，不是说瘫在那个地方。再来，好，这边把它塞入，好，直到我们的饼皮高过于我们的馅料，好，再用个手势把它架着，好，用5只手指头一开始把它靠拢。靠拢之后，假如说我们的馅料比我们的饼皮还要再高，我会把它用手去轻轻压，好，再把它包。现在这边我再把它包过现在这样的距离已经可以把它靠拢了，好，就把它包紧。现在我包紧的部分是用食指跟大拇指下去捏把它捏紧第一次，转向2侧之间捏紧第2次。从下方2侧之间，从下方第3次，以及第4次。现在很像一个洋葱头扁扁的，我把它中心点取出来，好，这样很像一个洋葱头。好，再把它用个半圈，转一个半圈往下压，好，就是把它锁紧。之后再把它整形为子弹头，好，再把它放着。像这边我们已经把它包好了，好，我会把它稍微去做个装饰，我把它喷一个饮用水的水，把它喷雾状水喷2次，好，1次、2次，2次之后，我再把它撒上黄豆粉，生的黄豆粉，好，生的黄豆粉小老板把它撒2次，这样。它等一下出炉部分它的表面会有一点点微上色。还蛮漂亮的。今天是用同学建议用我们的是生的黄豆粉好，假如说用熟的部分等一下去做烘烤会含带一些苦的味道。而且颜色也会太焦，对不对？会太焦，对。好，这个生的黄豆粉哪里买呢？烘焙材料店。在国外的观众一定非常羡慕台湾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做这种手工的，不管是烘焙啦、甜点啦，台湾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好，现在这边我已经把它全部都撒满了。好，我们的黄豆粉之后我会拿去做烘烤，我会以上火200，下火180，先把它烤个10分钟之后，转向之后再把它烤180，上下火都180，再把它烤大约12至15分。所以总共的时间大概25分钟，没有错，25分钟。现在我们的月圆酥已经烤到22分钟至25分钟了。老师今天大约烤22分钟。哇，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对，它的着色度还蛮漂亮的。我会让它完全冷却之后再去做包装。如果说也要去做贩售的话老师建议下方把它放一个脱氧剂。室温天气30度以下，保存7天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做好了，你就是等冷却了之后把它包装好，那再室温。那一般来讲，像有些朋友他送给我的话呢，我一时吃不了那么多嘛，我就会放在冷冻库，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把它解冻，然后再回烤一下。可以，这个都 OK。对啊，所以今天这个月圆酥呢，看似好像很复杂，因为老师在很仔细的教我们，这边转过来，那边转过去的，我转到都头昏了啦。所以他说外面这个1颗要卖80块呢，我就投降了，我要去买那个80块的真的很没有志气月圆酥不难，但是呢，就是有刚刚老师一直强调的一些同学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容易破酥啦，还有到什么越来越包不起来啦，皮越来越硬啦，老师都已经告诉你，绝对不会失败的方法。希望观众朋友呢有耐心的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真的想做，你再重复不断的看。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也谢谢老师，谢谢思涵。